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说到寿命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一个人一个命。有的人能活很长的时间，是个长寿老人，过了100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大有人在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短命，寿命终止时间很短，这样的就属于英年早逝了。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很热议的一个话题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长命100岁的，而我们的面相和寿命也是有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人会更容易长寿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。1. 颧骨又高又大。颧骨这个名字很官方，若说是苹果肌，广大青年就知道了。颧骨是我们面部高起的部分，就是眼睛下方那里。颧骨高说明骨头的发育很好，骨骼坚硬，有助于长寿。有古书记载，颧骨是骨的根本，颧骨大，骨头就大；颧骨小，骨头就小。当然，颧骨大只是一种长寿的象征，具体还是要因人而异的。2. 喘息不稳则长寿。喘息不稳实际就是龟息，如同乌龟一样，听不到喘息的声音。龟息心静，脉细平稳，有良好的心态，能够沉住气。心境好，灵时就不生气上火，体内五行运行流畅，小宇宙顺畅，气场强大，所以自然能感悟自然，顺势生发，能获得长寿。3. 齿坚密则长寿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牙齿排列的整齐，而且坚固不动摇，这样的人可以长寿。齿密则骨坚，骨头坚硬则髓满，一生血生筋，精血充盈则神足。而牙齿坚密能撕咬食物，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供应，能吃能喝需要一口好牙齿。4. 长脸三庭匀称。脸部要长，五官的三庭比例要匀称，额头至眉毛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子为中庭，鼻子以下为下庭。如果脸长，三庭比例平均者，属于长寿之人。三庭中如果中下两庭偏长，也属于长寿之命。若中庭短促或下庭短促，或中庭偏长上下短促者，均不属于长寿之命。5. 眼睛长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。眼睛也是富贵之所，眼睛相里好1分，运势就会好10分。好的相里离不开眼睛的美丽，眼睛就属于人的心。相里中的吉祥富贵之眼，首先就是眼睛要长。长眼者精亮有神，血气足，人的寿命离不开气血的运行，所以眼长者寿命也长。6. 目光有神。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。一个人的眼中之神是随着身体健康情况来发生变化的，所以若一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他的目光看着就有一股元气满满的活力，非常有神的，这样的人精神气很佳，给周围的人也会感染到元气满满的状态。这种人自然的所有事都会比较顺畅，长寿也是必然的。7. 寿眉，眉毛长。相术曰，藏精于骨，现精于眉。发者血之余，眉者血之苗，精之源。因此一个人的健康寿元从眉毛相里就能找出答案。眉毛长者精气神足，身体健康，是长寿的基础。若43岁至52岁左右，眉毛中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，属于寿眉，代表着精力旺盛，寿命长久。8. 鼻子长。鼻子为中岳松山，鼻子不长，5岳4合就不通。命里五行流通者富贵长寿，相里5岳4合贯通者命运亨通，福气厚重，福禄高寿之命。9. 耳朵长。耳朵代表肾脏肾经，耳朵高者肾高，耳朵低者肾低，
耳朵大者肾大，耳朵小者肾小，耳朵尖者肾尖，耳朵软者肾弱，耳朵薄者肾虚，耳朵长者肾功能好，肾气足。肾乃先天之本，肾精足，身强体壮，寿命长。10. 耳大而红润。耳朵与人的肾脏关系密切，也是代表肾脏功能的重要指示窗。如果你的耳朵大而长，且轮廓分明，耳垂有厚厚的贴肉，肉色红润，那说明你的肾功能比较强劲，身体素质较好，比较容易长寿。11. 人中长。整个面相，人中始终代表着人的寿命长短。人中忌讳短促平曲，男命人中无须，忌讳没有棱角。人中并没有衡量长短的标准，不过人中的长短一定要结合整个面部来定。一般来说，人中必须要棱角分明而且深，正面可以看清楚人中的情况，长度偏长偏宽有肉都视为长寿之人。12. 双法令纹。法令纹是在鼻翼边延伸而下的2条纹路，若左右法令纹出现2条，则称为寿带，属于长寿的象征。13. 耳内有寿毛。人过40，耳内长出黑色的毛发，称之为寿毛，主长寿过百。耳内有黑痣者，也代表长寿。相术论，长寿耳毫不如眉寿，寿眉不如相条，相条不如叶槽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上都属于长寿象征。14. 相条。向下双笛成一缕，此是人间寿星魄，说的就是相条。脖子有2条竖纹者，皆是也。相条生出来，不论岁数早晚，只要有相条，均代表着长寿。15. 夜槽。人过60岁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称之为夜槽；白天流口水者为脾胃虚寒。相术曰，长寿者相条不如夜槽，可见夜槽被视为高寿的重要标准。一般情况下，以上特征能中3个以上的都比较长寿。如果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通过调整布局家居风水，也能提升自身的健康运，使自己更加长寿。大佬接下来教大家5种方法。1. 处理掉没用的东西，驱除负能量气场。父母年纪大了，一方面是出于爱惜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有恋旧心理，所以不喜欢处理老旧物品。天长日久，老人们住的屋子积累了很多东西，把屋子都快堆满了，有时候还会发出一些不舒服的气味，这样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利于老人健康。2. 给家里摆放一些生命力旺盛的绿植。生命力旺盛的绿植在改善居室环境的同时，也给父母增加了很多生机。而且照顾修剪绿植，既可让父母怡情，还可让父母多些锻炼。绿植的生气是老人所需要的，也给老人增添了生命的乐趣。3. 用明亮灯光点亮父母心中的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的视力逐渐下降，经常有看不清楚东西的情形，所以不妨给父母换上亮度较高的灯，使父母的生活更方便，驱除心中的一些阴影，对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。4. 挑选更换床上用品、窗帘。父母卧室中的床上用品、窗帘有多久没有更换新的了？你留意过吗？为父母挑选色调淡雅、温馨的被单、床罩、窗帘，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父母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，不再追求奢华的感觉，更愿意安享晚年，沉稳宁静。朴素平和的色彩比较适合老人的心境，但难免有些温馨不足，所以用自己年轻的心态帮助父母装点他们的卧室，对父母会是很大的安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所选色彩最好是结合父母命里所喜，这样才会更有利父母的健康平安。5. 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装饰品，增强家中的正能量。
心理调节对老人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，寓意吉祥的物品在风水上产生的积极作用，对父母的身心健康很有利。比方说松鹤延年、福如东海、事事如意、福禄万代等寓意健康、长寿、平安的书画装饰物，摆放在父母房间，一方面可以让父母感受到你的孝心，另一方面吉祥气场也有助于父母。当然，除了面相和风水会影响人的寿命外，如果想要长寿，还需要注意自身的心态。心态都非常好，容易满足，对一切都看得开，不把怨气埋在心里，这样的人自然活得长久。首先，大佬先从气色角度为大家讲解一下最旺财的面相特征。财库气色红润最旺财。面相学上，比如通过鼻子、眼睛、眉毛等，都可以看出一个人财运的大小好坏。但其实除了这些，另外一个位置也颇为关键，那就是鼻翼位置。这个位置其实看财富大小、有没有钱财等是很准确的。比如鼻翼往外扩、厚实多肉、夹拱有力、拱伏有情，十有八九是一个富命。而其中又以这个位置气色红润最旺财。鼻子红润不一定就是好事儿，但鼻翼红润就是旺财、财运好的标志之一。嘴唇红润最旺财运，而且财富持续力强。嘴唇红润的人，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，实质上就是精力旺盛，比如执行力强、果断力强、触觉敏锐、反应快、遇事灵敏等等。延伸出去的其实就是说明这个人的运气好，因为只有运气好的人，精气神才会好。反之也是，比如精气神好的人，运气一般也会好。所以嘴唇红润的人善于把握机会等等。特别是对于做生意的朋友，但凡有这个现象的，也是很旺财运、大利财富的。耳朵红润，贵人多，机会多，财运好。从相学上来说，耳通肾窍，因此一个人先天精力旺不旺、好不好，主要是看一双耳朵。耳朵长得好，说明先天受气充足，即使后天多病也容易处理好的。相反，耳朵暗淡无光，说明先天元气不足，后天要十分小心注意。同样，耳朵红润的人，说明其先天元气足，做事工作也是往往独具慧眼，有集财的。这类现象的人，贵人多，机会多，善于把握机会等等，往往在财运上也是先人一步，更容易把握好的。因此这类型的朋友财运也好。财帛宫气色红润，大旺财，暗财横财多。这里说的财帛宫是指哪个位置呢？其实就是我常常和大家说的食指下面在手掌中的那个部位，这个位置是正正式式的财帛宫。我平时说，只要这个部位凸起、多肉饱满，都是旺财、财运好的象征。而如果从气色上来说，这个位置气色红润的，财运也一定好。比如突然间发大财，或连续有很多赚钱的机会等等，都是因为这个部位的气色红润。手掌边缘红润的人财运好，机会多，贵人多。另外一种财运也很好的，就是手掌边沿处红润的人，这类人有自然之财，一般都是钱来找人，不用人去找钱的，就是机会多，外财多，暗财多，同时也是贵人多的，有清闲懒命之福，说的就是这一类人。工作不用很辛苦，但钱财又丰足。以上部位的如果气色红润，则说明近期财运会比较好，运势相对也就比较旺。相反，那从气色角度来看，哪些面相最容易破财呢？面相气色杂乱最容易破财。很多人不明白气色怎么看，是不是直接就看青橙红黄绿蓝这些呢？这固然是一种看法，比如那些明显的气色，一眼望过去就一清二楚了，这个只要多锻炼就可以看个大概。但是有一些气色不太明显，又怎么看呢？其实这里可以借用一个原理，那就是风水上的见风则藏，遇水则藏。说得通俗一点，
龙以水为介气，请注意介气这个词，气是无形的，色是有形的，其实通过色是可以知气的，所以遇水则知道气从何处来到何处去。面相学也一样，有些不分明的气色怎么办呢？事实上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、语言、动作、习惯去推理出来，比如眼神飘忽不定、坐立不定、手脚乱动，这些都是面相气色杂乱的最生动表现。这种情况是最容易破财的。脸上满面浮光也是破财之象，很多人以为满面光亮都是好运气的象征，但其实这里边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光亮要分清楚，是实质的光亮还是虚浮的光亮。实质的光亮总是由内往外的，源源不绝的，这是个好事。但如果是满面浮光，这些是无根的光，不是实质的光，是单纯由外来之气组成的光，都属于浮光。遇到这种面相气色时，也往往会因为一些莫名的事破财，花费的或是不聚财的。脸上有娇气，容易破吉财。什么是娇气的气色？通常来说，就好像一样东西被火烧过一样，虽然形状还在，但其力已毁，其结构已经虚有其表，并且外表看起来有一种摇摇欲坠的形象，就是这种娇气。所以娇气既不是红色的，也不是黄色的，而是一种半红半黑的娇气，表现在行为上。火之余便是娇气，可以理解为这个人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之后，或大病初愈的时候，便都是这一种娇气。脸有娇气的人最容易破吉财，会因为一些突然的事儿而破大的财。脸上有和面形、五行相克的气色时，也往往会破财。上有和面形、五行相克的气色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比如一个人的面型是木型人，但某一段时间里边脸却是白色的，而白色五行是属金的，金则是克木的。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就是相克的气色。遇到这种情况时，也是往往最容易破财的。再比如一个人的面型是水型人，但却红光满面的，也是水火相冲，水火相克。遇到这种时，也是往往会破财的。脸上有灰白之气时，也是一样容易破财。什么是灰白之气呢？用我们一开始说的方法，从行为上来反推气色。打个比方来说，那种垂头丧气的人，其脸上就必然是这种灰色之气。还有那一种校服在身的人，其气色也必定是灰白之气，这种气色也是容易破财的。所以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不妨参考一下上面部位的气色，就能知道整个事情大概的发展趋势，能不能成功了等等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有所收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